美丽永远是事物最美好的特质，不管是神仙、妖精还是凡人，都拥有向往美丽的权利。说起最美女神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皮囊，但能够相看两不厌的，却是能够散发美丽的特质，这叫内在。所以，当我们说起三界之中最美女神的时候，讲到的不是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的一笑倾城，而是和者以沫相得益彰的那份恬淡自得，以及由此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。第4名，孔雀公主。作为孔明大明王的女儿，孔雀公主的存在尤为低调。不知道是为了金蝉子还是唐僧的她来到凡间，等待的并不是相濡以沫的爱情，而是突如其来的冷场。当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问题时，人心变了，一切都不再美好。孔雀公主最后帮唐僧从金翅大鹏口中幸免于难，也牵留了最后一丝羁绊，在长风之中被岁月挽留。第3名，九尾狐妲己。世事多艰难，涉世未深的青丘妖狐离开故乡，前往无尽黑暗之中的轩辕坟中刻苦修炼，这是一份血缘的寄托，为了族人不断变强。当女娲娘娘把九尾狐从坟冢之中带走时，这是一份救赎的恩情。有些人天生不适合当强者，因为他无法忍受通往高峰的孤独。而当一个叫纣王的男人献出自己的真心时，九尾之狐就只剩下最后一条命，这叫做命运。九尾狐狸进化成妲己之后，借助苏护女儿的身份被接入纣王的皇宫，纣王一眼就被迷住。其心狠手辣，残暴不仁，曾多次怂恿商纣王残害忠良，滥杀无辜。陷害姜王后行刺纣王，被剜目烙首，屈死西宫。挑拨纣王之子关系，派兵追杀大王子殷郊与二王子殷洪，还曾在请挑周文王之子伯邑考未遂后，下令将他杀害，并剁成肉酱，做成肉饼让周文王食用。纣王为了讨得妲己欢心，便派人将天下所有的金银财宝搜集到朝歌。不仅如此，还大兴土木，为了供自己和妲己吃喝玩乐，抓了许多壮丁当奴隶，建造宏伟的摘星楼、高千尺的露台和鹿苑，且在皇宫中造出酒池肉林等众多华丽宫室和娱乐场所，下令在沙丘平台用酒装满池子，把各种动物的肉割成一大块挂在树林里，还将一些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和珍禽异兽放在其中观赏，并在内饮酒作乐，歌舞升平，通宵达旦。第2名，白骨夫人。一场名为拯救的行动，却没能让对的人想起曾经美好的过往。冷冰冰的白骨夫人4字是红颜枯骨最佳的诠释。面对失忆的孙悟空，白骨夫人再三阻挠，却终究无法唤醒沉睡的灵魂。曾经高傲的天蓬也为此而动容，直斥猴子的无情冷漠。人世间的咫尺天涯，从来不是两两相望，而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是谁。第1名，百花羞，披香殿侍女。在诸多仙女之中，为何百花羞能够脱颖而出？在4大最美女神之中，为何百花羞能够独占鳌头？这不是天星的偏心，而是当如是也。作为天庭最微不足道的仙女，百花羞向来没有存在感，她比不上紫霞仙子的素世情缘，学不会嫦娥的冷面寒心。人生最美好的时刻，莫过于那回眸一笑不胜凉风的娇羞。于是沉醉于爱情的他和奎木狼相约到一个只有他俩的地方，谁都找不到，不能打扰他们。然而命运的曲折离奇往往比书中来的更加离奇。脱生公主的他和奎木狼终于能圆上一世的情缘，然而凡俗之身却无法得到永远的爱情。有人说他忘记了前世情缘，狠心把情郎丢在风尘里，其实不然，他已经和下凡为妖的奎木狼度过了最美好的年华。星宿之神不可能永远属于他，他还有背后的那片星空。卑微的仙女成为了高贵的公主，却依然没有改变那份真情，了却一世情缘，将这一世以孤独收场，从而收藏此世情缘，欢笑亦是眼泪。他先是以幼年曾经许愿斋僧拜佛来恳求黄袍，怪让自己还愿，妖怪果然上当，当场释放了唐僧，
使得唐僧有机会去宝象国投书报信。国王得知信息，涕泪交加，决心派兵去救回公主。无奈朝廷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木雕城的武将，泥塑旧的文官，国王只好向唐僧师徒求援。猪八戒仗着自己有一身本事，想出这个风头，便自告奋勇的要去当怪除妖。谁知这黄袍怪神通广大，八戒和沙僧两人联手依然不是他的对手。幸亏猪八戒溜得快，逃脱出来，而沙僧措手不及，被妖精擒获。沙僧的被捉让妖怪起了疑心，他怀疑是百花羞走漏消息所致，抖起凶心要杀公主。公主虽然百般辩解，却依然难消妖怪的心头疑惑。百花羞只好请沙僧来对峙，这所幸沙僧是个仁义慈善之人，又能随机应变，终于替公主解脱了灾迁，挽救了她的性命。后来妖精变成一个俊俏的郎君，去宝象国认亲，施法术将唐僧变成一只吊金白额老虎，骗得了国王的信任。国王将唐僧关押在大牢，并奉妖精为上宾。哪知在酒席上，妖精恶性不改，醉酒之际竟然将几个宫女活活吞吃，吓得一国的民众都大惊失色，目瞪口呆。在此危急关头，小白龙提醒猪八戒去花果山请来美猴王，终于降服了妖怪，救出了唐僧，同时也解救了公主。